它是美国陆军第一个全数字化步兵师，它是美军实力最强、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支陆军部队，它被誉为常青藤师。它就是美国陆军第4机械化步兵师。做视频不易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，小编跪谢。纵观美国陆军现如今的现役师级部队中，第4步兵师称得上是美国陆军步兵中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师级作战单位。那么，作为美国陆军第一个全数字化步兵师，第4机步师与堪称世界第1师的第3机步师，到底谁更胜一筹呢？该部队的历史又有多久远呢？美国陆军第4机步师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之前。1917年12月10号，出于第1次世界大战的需要，美国陆军遂在美国本土的北卡罗来纳州格林兵营正式组建了第4步兵师。该部队也在成立不久后于次年开赴欧洲战场。作为西线唯一一个在英法两国防区均参加过作战的美国师，该部队在历时5个月的一战参战史中，共伤亡11500人，并于一战结束后奉命返回美国本土，经历过几次大规模改编。1944年，出于第2次世界大战的需要，第4步兵师开赴欧洲。在2战最著名的诺曼底登陆中，该部队的第8步兵团于犹他地域登陆，成为第一支冲上诺曼底的盟军部队。但在随后的激战中被德军包围，包括师长小西奥多·罗斯福在内，共有5000多人伤亡。该部队也在此战过后还参加了解放巴黎和阿登战役。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第4步兵师在返回美国本土后，经历了一系列驻地变动，最终调往佐治亚州的本宁堡驻扎，但在之后出于加强西欧防线的考虑，又奉命开赴德国驻扎。作为美军的常驻西欧部队，协助北约组织进行联合防御。1956年，第4步兵师在结束海外任务后，奉命返回美国本土，驻扎在华盛顿州的刘易斯堡。1966年9月，出于越南战争的需要，第4步兵师奉命调往越南地区，直到1970年12月才奉命返回美国本土。而该部队在历时5年的越南战事中，共参加了大大小小11场主要战役，有12名该师军人获得了荣誉奖章。第4步兵师也在回国后便一直驻扎在科罗拉多州的卡尔森堡，并在美国陆军的主持下，逐步由一支常规步兵师改编为一支以坦克、步战车和武装直升机为主体的装甲机械化部队。第4机械化步兵师也因此成为了该部队的全新番号。1995年12月，由于第4机步师成为美国陆军为进行数字化改革的实验部队，其驻地因此改为了胡德堡兵营，这也成为该部队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日子。美国陆军第4机械化步兵师其师部位于美国本土科罗拉多州卡森堡，其士兵臂章上绘有4片常春藤叶子，加之部队番号4的罗马数字4，因此得名常春藤师。同时，常春藤的坚韧和尽职也刚好诠释了该部队坚定忠诚的师训。而第4机步师的另一个铁骑外号，则象征着该部队官兵的速度、力量和勇猛。该部队是从1983年美国开始星球大战计划以来，一直被视为是最优先发展的部队。而且作为美国陆军第一个全数字化步兵师，该部队的主要任务是长期在胡德堡基地实验各种战斗和战术程序，其作战能力堪称一流。第4机械化步兵师从成立以来，先后参加过第1次世界大战、第2次世界大战、越南战争、自由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，是美国陆军主力部队之一。第4机步师人员编制约为17000余人，下辖由5个重型坦克营、5个机械化步兵营组成的一个装甲旅旅部和旅部连，和2个机步旅旅部和旅部连，由1个战斗支援航空营、2个攻击直升机营和1个骑兵中队组成的一个战斗航空旅，由3个155毫米自行榴弹炮营和1个 M270 多管火箭炮连和1个目标搜索连组成的一个师炮兵司令部，一个由保养支援营、3个前方支援营、1个运输飞机保养连组成的一个师支援司令部，以及1个防空炮兵营、1个军事情报营、1个通信营、1个宪兵连、1个化学连、1个师乐队等直属部队。在满编情况下，该部队的主要装备为280辆 M2 步兵战车、308辆斯特瑞克装甲车、290辆 M1A2 主战坦克、100辆 M3 骑兵战车、
24架 UH-60通用直升机、36架 AH-64武装直升机、3架 EH-60电子战直升机、8架 AH-1眼镜蛇攻击直升机、44架 OH-58基奥瓦侦察直升机、24门火神自行高炮、9门 M270多管火箭炮、72门 M109自行榴弹炮、5748部各种作战和运送车辆。而第4机步师除了在数字装备上已经完全实现了数字化外，与美军其他部队最大的不同就是该部队还装备了 RAH-66科曼奇侦察与攻击直升机，作为陆军航空兵现代化的核心，将科曼奇侦察与攻击直升机配备给第4机步师，也是美国陆军高度优先发展的计划之一。在火力压制方面，第4机械化步兵师下辖的3个榴弹炮营每分钟可以发射近300发炮弹，对纵深30公里内的敌军步兵、装甲目标和炮兵群进行火力覆盖和有效压制。而该部队装备的最先进的 M270多管火箭炮，其1门火箭炮一次齐射的12枚火箭弹，可以在12万平方米内的地域进行有效打击。在反坦克火力上，第4机步师的反坦克火力由2部分组成，一是空中反坦克火力，第4机步师装备的36架 AH-64武装直升机、8架 AH-1武装直升机，其所配备的海尔法反坦克导弹有效命中率为96%，可以对100公里范围内的敌方装甲集团进行有效打击。而且该师的22架 UH-60黑鹰多用途直升机也可以配备16枚海尔法反坦克导弹，具有较强的反坦克火力。第二是地面反坦克火力。第4机步师的地面反坦克火力主要由炮兵旅、坦克营和机步营组成。仅该师的5个机械化步兵营所配备的380部布雷德利车载陶式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和108具标枪反坦克导弹发射架，就可以在每分钟发射1680枚反坦克导弹。美军作为当今世界最强的军事力量，可以说在2战后的每一次军事革命中的各个方面都占据着领先地位。而世界上第1支数字化作战师——美国陆军第4机械化步兵师，也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基础，才得以在美军中率先诞生。环顾当今的美国陆军各支王牌部队，第4机械化步兵师也可以说是非常抢眼的存在，因为它不仅象征着美国陆军以往的战史，更代表着美国陆军未来的战力。而又被称为铁骑雄狮的第4机步师，之所以说它象征着美国陆军的以往战史，是因为同美国陆军的各支部队相比较，该部队曾经有着更为辉煌的历史。又之所以说它能代表美国陆军的未来战力，是因为该部队是美国陆军第1支用信息时代武器装备和技术武装起来的数字化部队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